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个攸关性命的健康话题。如果你正在服用降血压药，一定要注意，当身体出现某些异常讯号时，那可能是性命攸关的红色警报。医师更警告，一旦遇到这些状况，必须立即停药并就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究竟是哪3种状况？如此危险，为什么好端端的降血压药反而可能让身体亮起警报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，才能既控制血压又保命？本篇文章将深入剖析这3大警讯背后的原因，带你了解如何正确使用降血压药，避开用药陷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会揭露4种会悄悄抵消你药效的常见食物，以及高血压患者中高达90%的人都曾犯过的用药错误。内容精彩又实用，务必要仔细看完。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却可能突然引发中风、心脏病等致命并发症。所幸自20世纪中叶以来，人类研发出各类降血压药物，使无数患者得以降低风险，延长寿命。根据统计，全世界约每4位成人就有1位患有高血压。在我们台湾，估计也有数百万名民众需要长期服药控制血压。对这些患者而言，小小一颗降压药就是守护生命的重要屏障。然而，药物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其所，它是救命的良方；反之，用得不当，它也可能在暗中伤害我们的身体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发现降压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和危机？其实，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会透过一些警讯提醒我们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一个真实案例开始，看看第一种致命警报是什么。第一种危险状况就是胸闷气短、四肢无力，同时伴随心悸甚至心律不整。这些症状看似杂乱，却往往一同出现，而且绝非无缘无故。这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唐先生如往常一样在自家社区附近散步。薄雾中的公园安静而清新，他一边慢走一边活动着手脚，感觉精神不错。按医嘱吃药已经成为他的日课，这天也不例外。他先吃了早餐，又吞下一颗降压药，然后才出门运动。走了没多久，他突然感到胸口发闷，喘不过气，双腿也变得有点软绵无力。他停下脚步，发现自己心跳异常，快速而紊乱，甚至隐约有心悸的感觉，仿佛心脏漏跳了一拍，又或者乱跳了几下。唐先生吓了一跳，赶紧在路边坐下休息。短短几分钟的经历，让唐先生满脑子疑问，难道是心脏出了问题，还是他的高血压更严重了？奇怪的是，吃药本应该让血压稳定，怎会突然出现这种不适？于是他决定立刻前往医院检查。经过一连串检验，医生发现一个关键线索，唐先生的血液中钾离子浓度过低，也就是说，他出现了低血钾的状态。为什么降血压药会让人血钾过低呢？原来，唐先生服用的降压药种类属于利尿剂。这类药物透过促进肾脏排出水分和钠盐来降低血压，就像打开体内的水龙头，把多余的水分和盐分排出体外。然而，在排出钠和水的同时，也经常不小心把钾这种重要的电解质一并排出了。钾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机能的关键元素之一，特别对心脏和肌肉功能至关重要。如果长期服用利尿剂却没有注意补充钾，体内钾离子可能逐渐流失，导致低血钾症。低血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想象心脏细胞需要钾来维持电信号的稳定，就好比电子仪器需要稳定的电流。一旦钾离子不足，心脏的电路就可能出现故障，导致心跳变得不稳定、紊乱，这就是心律不整的由来。同时，肌肉细胞也需要钾来正常收缩。当钾偏低时，肌肉无力、四肢瘫软的感觉就会出现。至于胸闷气短，则是因为心脏和肌肉状态不佳，导致身体供氧不足，让人感到呼吸困难、胸口沉重。因此，唐先生经历的胸闷、气喘、四肢无力、心悸等，其实都是低血钾惹的祸。而低血钾的元凶，又是他每天都在吃的降血压利尿剂。不难想象，如果唐先生没有及时就医，继续服药让血钾越来越低，后果将非常危险。严重的低血钾会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，可能导致心脏骤停或猝死。对一位本来想靠药物保护心脏的病人而言，
这真是防不胜防的潜在危机。所以，第一种性命攸关警报就是这些低血钾的症状。如果你正在服用降压利尿剂，出现了胸闷气短、肌肉无力、心悸、心律不整等现象，一定要高度重视。这极可能是身体在向你示警，你的血钾已经过低，药物剂量或种类需要调整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停药并尽快就医。医生通常会为你验血，确认电解质数值。若真的是低血钾，会给予补钾治疗，甚至调整你的降压方案。例如，医师可能改用不影响钾的其他降压药，或在利尿剂之外加开保钾利尿剂，或建议你同时补充钾盐。总之，千万别逞强继续吃原本的药，硬撑那只会让你离危险越来越近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像唐先生这样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，就能转危为安。在治疗和调整用药后，唐先生的钾离子恢复正常，之前那些吓人的症状也消失无踪。他也从这次经历中学到，原来降压药并非吃了就万事大吉，自己的身体反应才是最重要的监督指标。事实上，早在利尿剂刚用于降血压时，医生们就注意到患者容易出现电解质紊乱。当年许多病人服药后报告疲倦乏力，后来确认是低血钾导致。自那时起，医界就强调要监测血中电解质，必要时补充钾盐，或者选择保钾的药物来搭配。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累积，如今医生对如何预防利尿剂引起的低血钾已有一套成熟策略。然而，这前提是医患都要有警觉，一旦身体出现异常，立即反应调整。第二种危险状况则是持续性的干咳。有人可能疑惑，咳嗽也会危及生命吗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60岁的李太太过去1年来也在服用降血压药，种类是一种普利类药物。这类药物降压效果很好，李太太的血压控制得相当稳定。然而，大约从2个月前开始，她出现了一种恼人的症状，老是干咳不止。这咳嗽没有痰，也没有感冒其他症状，就是嗓子好像痒痒的，一天到晚情不自禁地咳上几声。刚开始，她以为是季节过敏或轻微感冒，甚至买了止咳糖浆来吃。但不论如何，咳嗽始终不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频繁，夜里也常常因为一阵阵咳嗽而难以熟睡。夜深人静时，李太太常常被自己的咳嗽惊醒，黑暗中她的喉咙又干又痒，一阵阵刺激性的干咳让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丈夫也被吵醒，只能不停帮她拍背递水。这样的夜晚持续了许多天，让她身心疲惫，白天精神也很差。久而久之，李太太不堪其扰，决定回诊向医生咨询。令她惊讶的是，医生听完她的描述，第一句话竟是：你最近有在吃降血压的普利类药物吧？李太太点头称是。医生解释道，持续性干咳正是 ACE 抑制剂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，也就是说，很可能就是她的降压药让她一直咳个不停。为什么降血压药会引起干咳呢？原因要从 ACE 抑制剂的作用机制说起。ACE 抑制剂名字通常以普利结尾，例如依那普利、贝那普利等，透过抑制一种叫做血管收缩素转换酶 ACE 的物质来达到扩张血管、降低血压的效果。然而 ACE 被抑制后，体内另一种物质缓激肽累积，缓激肽堆积在呼吸道里，就会刺激支气管，引发咳嗽。简单来说， ACE 抑制剂让部分人的支气管像被撒了胡椒粉一样敏感，于是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干咳。这种咳嗽通常是干性的，不会有痰，也不像典型的感冒咳嗽伴随喉咙痛或发烧。它往往在夜间更明显，躺下时尤其容易咳个不停。尽管这并非什么致命的急症，但长期下来对生活品质影响很大，睡眠被干扰，喉咙声带长期受刺激，甚至有些患者因剧烈咳嗽导致肋骨骨折的案例。更严重的是，干咳可能只是 ACE 抑制剂副作用的开始，少数情况下，患者还会进一步发展出血管性水肿，导致嘴唇、脸部甚至喉咙肿胀。如果喉头水肿严重阻塞了呼吸道，那就有立即致命的危险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持续性干咳，对服用普利类降压药的病人来说，它其实是身体拉响的第二个警报，提示你这个药物可能不适合，
再这样吃下去弊大于利。当然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的人吃 ACE 抑制剂完全不咳，有的人一吃就咳。如果你不幸属于后者，一定要尽快和医生讨论，不要自己一直硬撑或乱吃止咳药拖延。正确的做法是尽快停药就医，请医生评估并更换药物。其实解方并不难，目前有另一类降压药叫做 ARB 类药物，学名血管张力素受体阻断剂，俗称沙坦类，作用和 ACE 抑制剂类似，都能降低血压，但 ARB 不会抑制 ACE 酶，因此不会造成缓积太堆积，多数情况下就不会引起咳嗽。像李太太在医师的指导下改用了 ARB 药物后，血压依然控制良好，而困扰她许久的干咳则奇迹般的消失了。这里也要提醒，有些患者发生咳嗽后误以为只是小毛病，结果因为受不了咳嗽自行停药，但又没用其他药替代，导致血压失控反弹，这也是非常危险的。高血压药不能说停就停，但如果副作用难以忍受，也绝不能强忍着继续吃原药不管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就医，由专业医师调整治疗方案，换成适合你的药物。记住，你的身体会说话，持续干咳就是他在说这药我受不了，千万别充耳不闻。值得一提， ACE 抑制剂的发明还有一段与毒蛇相关的趣闻。世界上第一种 ACE 抑制剂卡托普利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南美洲原斑蝰蛇毒液中提取的成分研制而成。蝰蛇毒会让被咬者血压骤降，剧烈咳嗽，甚至舌头和喉咙肿胀窒息。听起来是不是和我们刚讨论的副作用很相似？科学家正是利用毒液降压的原理，创造出造福千万高血压患者的良药，但也难免让这些药物带有先天的不足，干咳和血管性水肿就像毒蛇留下的印记。医学进步往往如此，我们从自然界的剧毒中驯服出救命的方剂，同时也必须承担一部分副作用。所幸我们可以透过换药等方式来化解这些问题。第三种危险状况是头晕目眩，甚至晕厥昏倒。很多人都有过突然站起来感到头昏眼花的经验，但对于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的人而言，频繁或剧烈的头晕绝对不可轻忽。我们再举一个案例，70岁的陈伯伯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，平日服用多种药物控制血压和心脏，包括一种贝塔阻断剂，俗称贝塔受体阻断剂，和其他降压药。一天早上，他从床上站起来准备去洗手间，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，身体摇晃，差点摔倒。幸好他及时扶住墙壁，才没跌倒在地。这并不是陈伯伯第一次出现头晕了，最近几周他经常觉得站起来时头重脚轻，有时甚至必须赶紧坐下深呼吸才能缓过来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不久前的一天上午，陈伯伯在客厅走动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身体向前扑倒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他的额头撞出一个大包，膝盖也擦破皮。所幸家人在旁边立刻上前查看，见他一时爬不起来，赶紧将他送往医院。检查没有造成骨折或颅内出血，但这惊险的一幕已经敲响了警钟。医院检查发现，陈伯伯当时血压偏低，只有90/90 mmHg 左右，而心跳也非常缓慢，每分钟不到50下。医生判断他的降压药作用过强，再加上贝塔阻断剂降低心跳的效果，使得血压降得过低，导致脑部短暂供血不足，出现了姿势性低血压的典型头晕症状。所谓姿势性低血压，指的就是从坐或躺姿突然站立时，血压来不及调节，瞬间下降，引起大脑缺血而头晕眼花。在正常人身上，偶尔也会有轻微这种情况，但身体会很快调节，让血压回升。然而，对于服用降血压药的人，如果药效过强或剂量不当，血压可能长时间维持在过低的水平，身体稍一动作就天旋地转。头晕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可能带来的后果。老年患者一旦晕倒，极易造成骨折、颅脑外伤等严重伤害，甚至有可能因跌倒撞击而危及生命。即便年轻力壮的人，若在开车、爬高等关键时刻突然昏厥，后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。除了外伤风险，长期血压过低对身体也有坏处。重要器官如脑、心脏、
肾脏得不到足够的血液灌流，时间久了可能引发脑部供血不足以及心肌缺血。没错，高血压会导致中风心脏病，过度低血压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造成类似的危害，只是机制不同而已。因此，第三个性命攸关的警报正是莫名的严重头晕、眼前发黑甚至昏厥，特别是发生在服药后不久或者站起身体动作时出现的头晕，更要提高警觉。这意味着你的降压药可能剂量过高、种类不合适，或者与其他药物、饮食产生了协同作用，把血压降得太低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同样要立即停药并联络医生，医生会指导你如何调整。例如，可能需要降低降压药的剂量，或改在睡前服药以避开白天活动时的低血压，或者直接更换药物种类。以陈伯伯为例，医师帮他把贝塔阻断剂的剂量减半，并建议他早晨起床时先在床边坐一会再站立，以给身体适应时间。调整治疗后，陈伯伯的头晕状况大大改善，再也没有发生昏倒。他深刻体会到药不可乱加乱减，但出现严重头晕这种警讯时，也绝不能硬撑着继续吃原剂量的药。还有一些服药族容易忽略的小细节，如果你同时服用多种药物，可能会加剧低血压的风险。例如，有些扩张血管的药物，像治疗前列腺肥大的阿尔法阻断剂，加上降压药，低血压副作用会相乘。有些降压药与酒精一起服用，也更容易诱发晕眩。因此，一旦发现自己经常出现头晕，务必回顾一下最近是否改了药，增加了新药，或是否和某些饮食习惯有关，然后及时向医生反映。总之，千万别把频繁的头晕当成小事忍耐，那可能是大祸临头前最后的讯号。回顾半个多世纪前，高血压治疗的手段远没今天精细。早期使用的某些降压药，例如井苯达嗪等血管扩张剂，药效猛烈，剂量稍有差池就可能让病人血压骤降休克。那时，医生们很快意识到，必须从小剂量开始，缓慢调整至理想剂量，以免矫枉过正。这也是为何现代的高血压治疗强调个体化和渐进调整，一步步摸索出最适合每个人的方案，把副作用降到最低。也许你会好奇，究竟降血压药有多少种类？它们各自有什么作用和副作用呢？目前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主要有几大类，我们可以简单把它们想象成一个团队中的不同角色，各司其职。利尿剂这类药物是团队里的排水工，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帮助肾脏把体内多余的水分和盐分排出去，从而减少血液总量，降低血压。常见的利尿剂有氢、氯、塞、嗪、呋塞米，俗称尿胺等。利尿剂的优点是价格便宜，效果确实，不少老年患者都靠它维持血压。但它的缺点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，在排水的同时，也常常排掉宝贵的钾离子。因此，利尿剂家族成员的典型副作用包括低血钾、频尿，偶尔还可能引起尿酸升高，诱发痛风等。所以，医师常会建议利尿剂使用者多吃含钾食物，如香蕉或搭配保钾药物，并定期验血追踪电解质。ACE 抑制剂，这是团队里的化学阻断师，他们透过抑制体内一种转换酶，阻断了提升血压的荷尔蒙血管收缩素 I 的生成，间接让血管放松，血压下降。名字上通常以普利结尾的药都属此类，例如伊那普利、雷米普利。ACE 抑制剂在年轻及中年高血压患者中很常用，因为除了降压，它还具有保护肾脏、改善心衰的作用。然而，它最大的副作用正是顽固性干咳。我们已经详细说明过机理。此外， ACE 抑制剂还可能造成高血钾，因为抑制荷尔蒙后会让肾脏保留钾，所以和利尿剂刚好相反，需要注意钾离子不要过高。也有极罕见但严重的副作用是前述的血管性水肿，一旦发生喉头水肿，需立即送医。总的来说， ACE 抑制剂非常有效，但若出现咳嗽等副作用，就得考虑换药。ARB 阻断剂可以视为 ACE 抑制剂的堂兄弟。ARB 类药物名称多以沙坦结尾，如洛沙坦、替米沙坦，不是阻止荷尔蒙产生，而是阻断荷尔蒙作用在血管上的受体，效果也是使血管放松。它们的功效与 ACE 抑制剂相近，
对肾脏和心脏的保护作用也类似，但最大的好处是很少引起咳嗽。因此，对于不能耐受 ACE 抑制剂咳嗽的患者， ARB 是绝佳的替代选择。ARB 的副作用总体上较少，偶尔也可能引起血钾升高以及轻微头晕等，但相对而言，它是耐受性相当高的一类降压药。贝塔阻断剂这类药物可称为心脏的减速器，它们透过阻断交感神经的贝塔受体，减慢心跳，减弱心脏收缩力，从而降低血压并减少心脏负担。常见的贝塔阻断剂如比索洛尔、美托洛尔等，名字通常以洛尔结尾。贝塔阻断剂特别适合合并冠心病、心绞痛或某些心律不整的患者，因为它兼具防心律不整和保护心肌的功能。不过，它的副作用与作用机转有关，心跳变慢、疲倦乏力、手脚冰冷都是常见反应，因循环变慢。另外，气喘患者使用某些贝塔阻断剂可能诱发支气管痉挛，男性患者有时会抱怨服用后性欲降低或勃起困难，这也是可能出现的影响。停用贝塔阻断剂时也要小心，不能骤停，否则可能心跳加快引发不适，需要在医师指导下渐进停药。钙离子阻断剂是团队中的血管舒张师，它透过阻断钙离子进入血管平滑肌，让血管壁放松，达到降压效果。此类药物分为两大亚型，一种主要作用在血管，如氨氯地平，常以地平结尾；另一种也作用在心脏传导系统，如地尔硫唑。前者常用来治疗高血压，后者多用于控制心率。钙阻断剂的好处是降压平稳，在各年龄层患者中都广泛使用。其典型副作用包括脚踝水肿、头痛或脸红，以及轻微心跳加速的感觉。通常减少盐分摄取和抬高脚步可缓解水肿，头痛则多半随着用药适应而减轻。其他类型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降压药机制比较特别，例如阿尔法阻断剂会松弛小动脉，但容易造成第一剂低血压，初次服用时严重头晕现象，所以多用于合并前列腺肥大的患者。中枢性降压药则透过作用在大脑中枢神经来降低血压，可能引起嗜睡、口干，且突然停药，会产生血压反弹。还有直接血管扩张剂能强力扩张血管，但常造成心跳加快、水肿及头痛，因此现在很少单独使用，通常和其他药合并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医生的处方中经常同时出现2-3种不同机转的降压药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研究显示，低剂量多种药物搭配往往比单一高剂量药物效果更好，副作用更少。了解每类药物的特性，有助于你明白医生为何选择某种药，以及当出现副作用时可能的原因。总的来说，这些各类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多属可控范围，可能带来不适，却很少立即危及性命。通常透过换药或调整剂量可以改善。这也凸显了我们之前强调的重点，真正需要拉警报的正是那3种严重反应。如果只是出现一些轻微的副作用迹象，不必过度恐慌，但也应该主动告知医师，以便采取对策。然而，一旦出现红色警报级别的症状，就要毫不犹豫地停止相关药物并紧急就医。了解药物家族的全貌后，我们再把目光转回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哪些细节，可能正在左右降压药的疗效呢？说完药物本身带来的警讯，再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。很多服药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疑惑，明明按时吃药了，为什么血压有时还是控制不好？其实问题可能出在你的餐桌上，有几种常见的食物和饮品会悄悄抵消或减弱降血压药的疗效。如果不加注意，你等于是一边吃药降压，一边又在拉高血压，让治疗效果大打折扣。其中影响最大的4种是牛奶、酒精、咖啡因和高盐食物。我们来逐一了解它们对降压药的影响。牛奶富含钙质和蛋白质，营养价值极高，但在服药时段却可能带来干扰。许多降血压药物以及其他药物都不建议与牛奶同服，这是因为牛奶中的钙离子会和某些药物结合，形成难以吸收的复合物，导致药物吸收率下降。例如，有研究指出，
严重高血压病人如果用牛奶送服某些降压药，如以前常用的优降宁等药物，可能导致药效降低，甚至出现血压升高的反效果。此外，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也可能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消化速度，让药效延迟或减弱。更有甚者，奶制品中含有一种叫酪胺的物质，尤其在起司等发酵乳制品中含量更高。酪胺在体内堆积，可能引发血压波动。虽然一般适量喝牛奶不至于对降压药产生剧烈影响，但为求稳妥，医师通常建议服降血压药时用白开水送服，不要用牛奶或含乳饮料。如果你喜欢喝牛奶，最好与服药时间错开至少半小时以上，避免牛奶影响药物吸收。毕竟我们吃药是为了控制血压，可不希望一杯牛奶坏了大事。酒精、喝酒对高血压患者而言本来就不是好习惯，而在服药期间饮酒更会制造出危险的变数。酒精会使血管扩张，短时间内可能降低血压，但这种效果不可预测。而且酒精代谢后常使血压反弹升高，与降压药并用时，酒精可能加强药物的降压作用，引发严重的低血压和头晕。许多患者的经验是，吃了药再喝酒，特别容易觉得脸热、心悸、头重脚轻，这就是酒精和药物在双重降压，导致暂时性血压过低所致。此外，长期饮酒会让交感神经兴奋，干扰肝脏代谢，反而让血压更难控制，甚至抵消药物效果。更不用说有些降压药和酒精同时作用，可能伤害肝脏或肾脏，加重器官负担。总而言之，服降血压药的人应尽量戒酒或节制饮酒，千万别拿啤酒、红酒当开水配药吃，那样极可能出现危险的低血压或心律不整。即使在平时，饮酒也会使血压波动，不利于整体控制。咖啡因、咖啡、浓茶、能量饮料中所含的咖啡因是另一个让降压药失灵的隐形杀手。咖啡因具有兴奋中枢神经、收缩血管的作用，会让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。很多人都有喝了咖啡后血压暂时升高、心悸手抖的体验。对正在服用降压药的人来说，大量摄取咖啡因等于在跟药物唱反调。药物想把血压往下降，咖啡因却在推波助澜往上升，结果就是血压控制不稳定。特别是早上刚吃完降压药，又立刻喝浓咖啡，药效还没发挥就被咖啡因抵消掉了，可能导致一整天血压偏高。除了直接抵消药效，咖啡因还有利尿作用，使你频繁排尿，间接造成体内水分与电解质平衡变化，也可能对血压产生影响。当然，我们并非要求所有病友完全戒掉咖啡喝茶，但适度是关键。如果你每天习惯好几杯咖啡，血压恐怕很难稳定下来。建议尽量减少高咖啡因饮品的摄取量，或选择低因咖啡、花草茶来替代。一杯小小的清茶或咖啡或许问题不大，但切勿过量，更不要在服药的当下立即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。高盐食物，最后一项其实大家都不陌生，但常常被忽视。高盐饮食说它会抵消药效，一点也不夸张。盐分中的钠离子是引发血压升高的元凶之一，它会让身体留住水分，血液体积增加，结果就是血压往上飙。很多高血压患者一辈子与高血压奋斗，其实就在和盐作战。假如吃药的同时依然口味很重，天天吃熏肉、腌菜、洋芋片、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，那么降压药的作用等同杯水车薪，你的血压可能还是降不下来。更糟糕的是，你可能误以为药没效而擅自加量或另寻偏方，却没发现真凶是餐桌上的盐罐子。在医学界早有共识，低盐饮食本身就是最有效的降血压良药之一，效果甚至不亚于一种降压药，而高盐饮食则完全抵消甚至逆转药效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一个成年人每天盐分摄取量最好控制在5克以下，约1茶匙的量。然而许多人远远超标，所以若想药效充分发挥，务必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，把厨房里的盐罐子看紧一点。以上这4种就是最常见会干扰降压药效果的饮食因素。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在服药期间就能有的放矢，尽量避开这些坑，让药物发挥最大的效益来保护我们的健康。最后，
我们再聊聊高血压患者常犯的几种错误。许多人的血压控制不理想，往往不是药物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出在用药态度和生活习惯上。有调查指出，高达8-9成的高血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曾有不当用药的情形。据统计，在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，实际上能把血压稳定控制在标准范围内的人不到一半。很多患者的血压迟迟降不下来，问题往往不在药物本身，而出在用药态度和生活习惯上。以下几个典型误区，你我或许都曾中招。误区1，血压正常就自行停药。有些患者服药一段时间后，发现血压恢复正常范围，便心生侥幸，既然正常了，不吃药应该也没关系吧，于是擅自停药观望。然而，高血压被称为慢性病，正是因为它需要长期控制，药物暂时压下了血压，不代表疾病已根治。如果没有改善生活习惯，停药后血压极可能反弹升高。更可怕的是，反弹性高血压有时比原来更严重，因为身体突然失去药物控制，血压飙升速度很快，容易诱发中风、心脏病等急症。一项医学评论指出，突然停用某些降压药后，患者血压可在短时间内升高超过原先水平。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强调千万不要自行停药，就算要停，也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减药，观察血压能否稳定。不少病患反映，早知道一停药问题更大，就不敢乱停了。可惜，有些人是在付出健康代价后才明白这点。临床上曾有悲剧案例，一名40岁出头的壮年男子有高血压病史3年，一直规律服药，控制良好。然而因为近期压力大，经常熬夜，他误以为身体撑得住，便自行停掉降压药。没想到在停药后不久，竟突发脑中风，送医抢救，虽然保住性命，却因大量脑细胞坏死成了半身瘫痪，近乎植物人的状态。这起惨痛经验证实，血压暂时正常绝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擅自停药，高血压对身体的威胁绝不能低估。误区2，嫌麻烦或怕副作用，随意漏药，减量。高血压药通常需要每天固定时间服用，但有些人嫌天天吃药很麻烦，时常想起才吃，想不起就漏掉。这种不规律的服药方式导致血压忽高忽低，非常危险。还有人担心药物会损害肝肾或产生依赖，就自行把剂量减半，甚至隔天才吃一次。这些做法都可能让血压控制不稳，长期波动对心血管的损伤更大。其实，现代降血压药在医生建议的剂量范围内使用是相对安全的，定期监测肝肾功能就能提早发现问题。如果擅自减药，反而会因为血压未受控而更快伤害肾脏、心脏和脑血管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患者忘性大，经常漏服药物。对此，建议可以设定每日闹钟提醒，或使用每周药盒分装药物，帮助自己准时服药。总之，降压药讲求按时按量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。切记，药效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，不按时吃药就等于让血压长时间处于无控制状态，风险陡增。误区3，害怕药物伤身，追求偏方或只吃保健品。有些高血压病友听信谣传，认为是药3分毒，长期吃降压药会伤肝伤肾，于是对药物产生抗拒心理。一旦血压稍微好转，就迫不及待想停药，转而寻找各种民间偏方、草药或市售保健食品，希望用天然方式取代药物。然而，大多数所谓的降压偏方并没有科学实证，疗效不确定，有些反而可能含有未知成分，引发更多副作用。更常见的是，许多偏方和保健品根本无法真正降低血压，患者耽误治疗，最终还是受到高血压并发症的伤害。也曾有女性患者因担心长期吃西药伤肾，便自行停药改服草药，结果1年内连续2次中风。后来送医时，不但左半身瘫痪，肾功能也恶化到几近肾衰竭，需要洗肾为生。这些例子无不说明，对药物的恐惧如果建立在错误观念上，最终反而会害了自己。另外，擅自把中草药或保健品和西药混着吃，也潜藏交互作用的风险，可能干扰药效或造成毒性累积。例如，有些草药含利尿成分，与降压药同服会过度降压，
有些保健品含兴奋剂，反而升高血压。医师常提醒，高血压的治疗首重规范的医疗指导。如果对药物有顾虑，一定要和医生讨论，看是否能换药或调整，而不是私下停药改吃来路不明的产品。事实上，多数降压药经过数十年的使用证明，长期服用是安全且有益的，远比高血压放任不管安全得多。误区是只依赖药物，不调整生活习惯，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问题。有人觉得反正有药可吃，血压高了吃药压下去就好，因此在饮食、运动、作息方面依然我行我素，比如继续吃高油高盐的食物，不控制体重，缺乏运动，熬夜、压力过大等。这种做法短期内看似无事，因为药片帮你扛着血压，但长期而言，身体处于不健康状态会使高血压恶化，需要越来越多药，越高剂量才能压制，而药物剂量增加又可能带来更多副作用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反之，如果能配合改善生活习惯，降压药的剂量往往可以减少，甚至有些轻症患者透过减重、低盐饮食和运动，血压稳定后，在医师指导下成功停药。生活习惯就像降压的地基，药物则是建筑在地基上的支柱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别幻想光靠吃药就万事大吉，也别天真以为只喝养生茶就能治高血压。药物治疗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结合，才是对抗高血压的王道。以上这些常见误区，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和重视。如果你或家人正接受高血压治疗，不妨检视一下有没有犯类似错误，改正这些观念和习惯，将大大提高血压控制的成效，也减少不必要的风险。听完上述种种，或许你心中会冒出疑问，难道吃降血压药比高血压本身还危险吗？事实并非如此，降血压药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，高血压不治疗才是更大的威胁。我们强调这些警报讯号，并不是要大家对药物心生畏惧，而是希望你成为自己健康的守门人，在享受药物带来的好处时，也敏锐留意身体的反应。当身体亮起红灯时，能及时踩刹车，换跑道，避免酿成大祸。高血压的治疗就像驾驶汽车上路，降压药是汽车的引擎，提供向前的动力，而我们的自我监测和生活习惯则是方向盘和刹车，决定着行驶的方向与安全。引擎再好，如果不看路况，不控速，一样可能翻车。反之，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驾驶技巧，遇到红灯会停，见到危险会闪，那么这部载着我们健康的车子就能平稳前行。因此，如果你或家人正在服用降血压药，请记住以下几点总结：谨遵医嘱，定期监测，按照医生指示的时间和剂量服药，不自行增减，定期量血压并记录，一旦出现异常波动，医生能及时调整治疗策略。留意身体警讯，本文提到的3种红色警报务必牢记于心。一旦有胸闷、气短、无力、难以控制的干咳或频繁头晕发生，不要拖延，马上就医。同时向医生清楚描述症状发生的时间、频率和严重程度，这有助于判断问题所在，避免药效对冲，远离会影响药效的因素，例如文中提到的牛奶、过量饮酒、浓茶、咖啡和高盐饮食等。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药物之外最重要的辅助治疗，均衡饮食、戒烟限酒、适度运动、控制体重和减压都有助于提升疗效。保持沟通，有任何不适或疑惑，都不要隐瞒或自行上网做主，应该坦诚告知医护人员，毕竟你的主治医师最了解你的状况。很多时候，问题透过调整药物方案就能解决，不必默默忍受副作用。坚持长期抗战，认识到高血压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，心态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，不要幻想迅速根治它，而是将控制血压视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服药和健康生活习惯带来的稳定血压，让你精力更充沛，生活更安心。那些小小的不便都是值得的。展望未来，医学科技不断进步，新一代降血压药物追求更高效和更少副作用。例如，现在已有复方药丸把多种降压药合一，减少了吃药数量。还有精准医疗的研究，希望根据基因找到最适合个体的药物，
减少饲药的曲折。不过，在这些理想实现之前，我们仍需依赖现有的药物与知识。想想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，没有这些降压药时，高血压带走了多少人的健康和生命？而今天，我们拥有强大的药物武器，差的只是如何充分运用它们。总而言之，高血压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忽视风险，错误用药。当你学会辨识身体的警报，避免用药陷阱，高血压就不再是不可驯服的猛兽，而更像是一只可以被我们智慧驾驭的温顺坐骑。希望每一位读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对高血压用药有更深入的了解，不再迷惘或恐惧。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的健康，稳稳当当的把血压控制在安全的轨道上，迎向长久而平安的未来。